在台湾，茶可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在路上随手来一杯手摇茶，解渴又消暑；在茶室跟朋友共饮一壶茶，悠闲一下午。回到家后，长辈们的功夫茶更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一杯。台湾茶的品相更是百百种，东方美人、文山包种、洞顶乌龙，林林总总。更不用说还有种在山底的绝顶高山茶，捧着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不见得买得到。但在这个走2步就会撞到3根茶的台湾，我们对茶如此熟悉，对它的来历却很陌生，心中难免有个大大问号。究竟在小小台湾是如何孕育出如此丰富的茶文化呢？呵呵，话开来代志无这么简单啊，就让侦查事务所来揭开台湾茶深厚的秘密故事吧。根据调查显示，台湾有野生山茶，也很早就有人开始采来喝喝看。但真正改变台湾茶命运的是从开港通商开始。19世纪一场鸦片战争让外国人踹开大清国的港口大门，就像霸道总裁爱上你，强硬的想要跟中国谈恋爱。不对，是强硬的想跟中国做生意。在第2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后，台湾也加入了开港通商行列，外国人纷纷来挖宝，东看看西买买。一名关键人物 John Dodd 就来到台湾，当初只是来台湾 shopping 看看樟脑的产地，但眼光独到的他，目光立刻停留在北部丘陵上。这丘陵的曲线，温暖的气温，刚好的湿度，哈，好适合种茶。杜德就从福建安溪引进茶苗，在台湾种植，茶叶种出来制成茶以后，这茶汤的口感，迷人的香气，回甘的美味啊！好棒的乌龙茶，第一批茶在厦门销售一空，好评，卖到美国更马上爆红，超级好评。台湾茶就以 Formosa 乌龙 Tea 这个品牌横扫美国市场，风靡世界。汉人看到杜德赚饱饱以后，也想要自己来。一名福建茶商吴福元就前来台湾，把出制的乌龙茶熏一遍变花香，制成了芬芳扑鼻的包种茶，在东南亚市场也是杀出一条血路，卖得下叫。乌龙茶和包种茶就这样联手创造了台湾第1次的经济奇迹啊！但一时的爆红可不是长久之计啊！为了永续发展，茶商们在刘铭传的帮助下成立了茶椒永和兴，透过监督来维持出口茶叶的品质，品质不好卖相差，掺杂物通通不行，不可以，没有办法出口。进到日治时期，茶贸稳健的持续发展，这时台湾已经很会制茶啦。地方的日本人看到以后也想掺一脚，看准欧美下午茶文化盛行，就在台湾引进红茶制作技术，推出日东红茶，企图跟当时的立顿红茶互相抗衡。由于有日本政府大力帮忙，台湾茶得到大力宣传，参加博览会，拓展市场，制作茶海报，样样来。顺带一提，当时海报上就常用古典美女来当做广告女郎，哎呦，当时就很会喽，不错不错。但随着劳工朋友的薪资升高，茶叶成本增加，面对其他国家工业化大量出口的低成本茶叶，台湾茶就逐渐失去世界市场的青睐。虽然2战后台湾引进绿茶开始生产，在北非和日本热销，让台湾茶再度争一口气，要上世界舞台。不过也是昙花一现，还是难以抵挡便宜茶的侵袭，最后下台一鞠躬。进入1970年代，产业转型后的台湾经济开始高飞，因国民所得大幅增加，台湾茶有了另一个转机，人们有多余的钱从事娱乐，就连茶艺风气也开始兴起。于是茶叶从外销转为内需，台湾人对茶的需求一天比一天高。只是经验值爆表，什么茶都做过的台湾，各地茶农各展奇才，使得特色茶蓬勃发展。北部发展出不熏花改良式包种茶，茶树的种植也拓展到中南部甚至东部地区，尤其洞顶乌龙茶更是名闻遐迩，北包种、南洞顶的江湖称号就传遍大江南北啦。这时候，茶叶改良厂的吴振铎厂长扮演起了转型的关键角色。他致力于茶树的品种改良，改出台茶1到17号的小茶苗，其中的金萱茶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推动机械化制茶，提高产量，带领茶农往高山种植，掀起了高山茶的风气。吴振铎先生可说是台湾现代茶的导师啊！霸茶，台湾茶也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！这一波的改变后来也产生了许多问题，尤其在高海拔大规模开辟茶园，造成了自然环境的压力，殊致风灾的结果让高山茶园受到舆论的指责。不过茶树本身根性发达，其实不会伤害水土保持，真正的问题还是人对土地的过度利用。有些茶农就在反省过后，改用对环境友善的方式来照顾茶园，努力在生产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。说到底，追求好茶，除了追求茶树的生长环境以外，或许妥善的运用机器协助，并发挥制茶人的精湛技艺，才是根本之道啊！
好的，调查了那么多，也算是了解台湾茶的身世之谜。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外销主力，但台湾各种发酵茶都能产制，简直是茶业界的全雷达。世界上可没几个地方办得到啊！为了满足挑嘴的台湾人，各地农会、地方政府还举办比赛，让各种制茶好手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号。初衷就是坚持对茶毫不马虎、精益求精的态度。虽然现在比赛好像有点玩过头，但职人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呀。好的，时间差不多，茶也泡好了，收起台茶的档案簿。包总、洞顶，今天你想喝哪一杯呢？